好，之前有陆配雅雅哦，那被驱离啊。那今天呢有2个，一个叫恩琪，一个叫小薇。说实话，不管什么恩琪、小薇、雅雅，我们都不知道哦。他们那个网络其实真的台湾人看的其实不多了哈。那说呢，恩琪今天晚上要搭飞机飞成都，小薇不清楚哦，所以一个人买了票了，一个还不清楚哈。那另外呢，刘世芳就说了哈。内政部长一个已经好机票了，一个犹豫不决，哦，其中一个跟国台办的关系还不错，恐怕有变数，哦，国台办说你不要走，留在台湾，哦，但是不是这个意思？看听刘世芳这个意思哈。周荣泰呢说还有2个要请他离开台湾，所以有人主张暴力，我一定请他出去啊。那另外呢，说呢恩琪在抖音喊冤，说我没有鼓吹武统啊，两岸都是我的家，为什么赶我走呢？啊。那他们到底哪些话讲的啊？恩琪说，解放军演习展现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的这个力量，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小薇是说呢，台湾街上呢会插满5星旗，台湾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我就带着孩子跟着5星旗跑哦，跟5星旗跑。所以呢，这个话呢，当然大家听得不爽啊。那另外呢，川普上台，世界巨变，赖清德呢，他又弹回抗中的老调，那因此呢，撕裂这个社会啊。那另外呢，卓荣泰说，国安一体没有例外。翁小玲呢，要资料要行政院核定啊，被人家批评说，翁小玲就是个立委，又不是个共匪啊，你干嘛？而且很多事情还有为什么要行政院批呢？很多部会首长自己不能做决定吗？特别呢，跟国安有关的资料呢？行政要核定，否则不能给他啊。那另外呢，所以被人家讲说，这个国会是不是戒严啊？怎么搞成这么这个风雨欲来啊？那另外呢，不抗中就是卖台，说这样的逻辑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就这个哦。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对立嘛？那我们现在面对老共那么强大的力量，大家应该全民团结一致啊！哦，你在内部找敌人，自己先把内部先分化了，你这样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不可能嘛啊！就是现在都是很极端哦，你不抗中，你就是卖台哦，然后呢，大陆那边你不统一，你就是台独，这中间还有很多路啊，很多的选择嘛，并不是那么极端嘛啊。那另外有18个民进党立委提案要修陆海空军刑法，说呢你言语啊，如果说呢文字、言语、举动、图画、电子记录、科技方法、其他方法对敌人效忠，最终就要关你7年啊。那另外呢，欧桂芝是说呢，被有一个校友发文批评了，说他躲在北一女光环下。那欧桂芝说，北一女的政治绿光绑架台湾人，不要给校长压力，我一个人扛，有什么找我好了，不要去找校长啊。那当然这个不通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批评你那个逻辑要通了。欧桂芝她是北一女老师没错，那台大很多老师讲的话是什么话呢？他有没有躲在台大的光环下？要不要跟台大校长讲一声，这些教授不能躲在台大的光环下？他如果以个人名义发言，就是他个人的言论嘛，对不对？我们也不会把他跟台大联想在一起啊。欧桂芝是北一女的国文老师，你也不会跟他北一女，他的身份是北一女老师，他讲的话是他个人的话，不代表北一女，也不代表北一女的学生，也不代表北一女学校，也不代表北一女的校友嘛。我们都分得清楚啊，怎么会分不清楚呢？谢志伟说，这不是统独问题，是有无廉耻的悲哀。说因为欧桂芝爱的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戴帽子。他有爱中国共产党吗？他爱共产党为什么不到大陆到台湾来呢？他在台湾受教育，在台湾，而且他父母原来都是从大陆跑出来到香港去，现在年纪大了，大概又到大陆去啊。联合报社论说，为了抗中献计，这是陆委会、教育部角色错乱哦。你们搞清楚你们的角色是什么啊？而且呢，中国时报是说，你现在没有行动的话，猎巫行动下个对象就是你跟我哈。看一下。来到陆配网红小薇家，一早铁门拉下绳索，似乎还没有要离台的准备。而根据了解，她的丈夫一早8点多出门，附近邻居则透露，小薇通常都下午4、5点才会出门。
会啊，他常常在下面直播，我们以为他在卖东西直播的，原来毁碟就在旁边。不过，陆配小薇恩琪继雅雅后被废除移情居留许可，31号午夜12点将是他们离台的最后期限。两人先前才到总统府前拉布条抗议，要求还他们母亲权，更向总统发出陈情信，希望可以怜悯他们跟5位孩子。两人也有请律师提出诉愿跟行政诉讼，不过内政部掌握到其中1位离台可能有变数，一个已经订好机票。那另外一个呢，仍然在犹豫不决。那后来我们发现到说，这位中配比较特殊，他跟台办的关系还不错，所以本来可能要预定离境呢，他可能有一些变数。台办的一些沟通频率相当的高。那我们觉得是很奇怪。不过跟台办关系到底有多好，刘世芳只说等到执行行政处分自然会报告。而小薇恩琪29号也上传新影片，小薇说自己很好，一切交给时间。恩琪则是痛诉台湾政府，我并没有鼓吹武统，正在经历着一场绿色恐怖，颠倒黑白，才导致我不得不和亲人分开。如今离台倒数计时，相关单位也严阵以待。梁明。我觉得刘世芳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内政部部长这样子针对2、3个家庭主妇这个都是小孩子的妈妈这样子的穷追不舍，真的蛮恐怖的啦。而且刘世芳讲那个什么话，难道一个人犹豫不决，到现在还没有买机票，不能够是因为他对孩子的感情很深，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家庭，他觉得能不能还有机会再拖延？一定要把它扯到什么跟国台办关系很特殊？好，那就算跟国台办关系很特殊，这是罪吗？台湾不是有个陆委会，就是本来就是来跟你国台办对口的吗？你今天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全面性的觉得说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就是像苏琪讲的，你真的民进党有骨气，你就把两国变敌国。你就真的陆委会也裁撤啊，海基会也裁撤啊，这不是你赖17条你该做的事吗？结果你不敢做这些动作，然后你也不敢真的面对这些现实，然后呢，专门去欺压一些弱势中的弱势。我觉得真的让人看着觉得非常的难堪呐。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在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里面特别是同情雅雅、同情恩琪、同情小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民进党很爱用的 threads 那个脆里面，那个都几万人的在同情他们，而且是很年轻的年轻族群，因为大家看不下去嘛，而且大家在生活里面，现在台湾这几年这新台湾之子占台湾的年轻族群的比例也不小啊。很多来的小孩，他本身的妈妈就是陆配或者是外配呀，来自东南亚的这个族群啊，那你这样子全面性的打压下去，难道不会让这些年轻人也觉得说，真的很可怕吗？我们在台湾是一个有自由的地方吗？这个是这个几个陆配的问题。那我觉得欧桂芝老师呢，情况远远的不同。欧桂芝的老师呢，更令所有的人毛骨悚然的一点是什么？欧桂芝老师我们先不管她是不是北一女的老师，就欧桂芝女士好了啦她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受访的时候，她的主张，那个卓荣泰他们有列一个标准，他说凡是主张暴力的，我们绝不容忍。好，你若画这条线叫做武统的话，那么你起码你欧桂芝他全面性的，他根本没有提到统一还是独立的问题啊，他所有讲的只是宪法一中啊，他认为的中国人就是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啊，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没有改之前，整个中华民国还是一个大的区域，他认为整个中国人的概念，你用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人的概念还是可以包括啊。那他只是不满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把跟中国大陆本来在我们的宪法里面也是2个地区的，一个大陆地区，一个台湾地区，里面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你通通大家本来都是亲朋好友的，你突然变成敌人，他觉得
很难面对，情何以堪？好，那今天欧老师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几个社论都说你猎巫，你这样子搞到这个真的很可怕？因为现在讲的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就是刘世芳，就是民进党这些大部长、陆委会，就是教育部。因为什么？因为问题大条啦。他把我们遵循中华民国宪法派的人呐、通通都变成是罪人呐、是罪犯呐、是敌人呐、那真的太可怕了。台湾中华民国宪法，你要不你就修宪，你要不你就制宪，要不你就怎么样？你要全民有一个公决啊！在没有公决的情况下面，维护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两岸的定义，这样子也不行，这样子也触犯了你民进党的红线，这样也有罪，这样也要付出可能被压迫、工作权都没有保障的代价吗？那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太恐怖了。如果说事情朝这样走的话，你要讲民进党不是要进行威权体制，不是要进行纳粹之路，谁会相信？因为你怎么可以明明法律宪法还在保障，宪法还在这样子规定，你就把符合宪法一中讲法的人把他妖魔化呢？那我觉得今天民进党走到这一条道路上，真的以为台湾的人都不明白你们到底在干嘛吗？他的情况比较特别了，因为他从香港过来了，那他妈妈在大陆，他妈妈90几岁，所以他就说你把我们变成两个敌国的时候，那我妈妈不是变成敌国人吗？那我跟妈妈分隔在两边，那这个情感上很难接受嘛，所以他情况是很特别的哈，因为的确人民跟你也没仇嘛，人民你要把它变成敌国，那人民其实这个跟大陆人民跟台湾人民有仇吗？其实并没有。赵大哥也不能说是很特别啊。现在我的婶婶也还在大陆啊，我的姑姑也都还在大陆啊。那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情况？赵大哥刚念了3个陆配的名字，我现在台湾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他吧？他是这次被民进党政府把它放大，变成一个猎巫，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事情。他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内政部跟陆委会扮演是什么？好像是古代以前那个警总，那个白色恐怖又回来，现在变成绿色恐怖的一个警总这个角色。我要提醒哦，你在捍卫国家这个主权跟安全的同时，台湾人的骄傲跟根是什么？民主自由要发低嘛。我们好不容易去追求的民主，然后去追求这个言论自由。最有指标性的就是刑法100条被废掉嘛。刑法100条被废掉是什么？就是言论100%保障你的自由，除非你是行为犯才罚，你叫思想犯，他不会去管你脑袋，不会说叫你思考要怎么戒严，这种事情是没有的。台湾要倒退路吗？要把那个民主跟自由这个根要刨掉吗？那听到欧桂芝欧老师这个北一女这个老师，我心里有很多感触。他的担心是什么？他妈妈90几岁在大陆，对不对？他是说他的上一代，他阿公跟外婆那个是跟他爸爸妈妈是分离了40年哦。那个年代是怎么样？那个年代不是说见不掉面哎。你连写信都不行哎，搞不好都要抓去坐牢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啊，民国大概76年的时候，香农啊、凤新，我们那时候在跑新闻，对不对？那时候台北市的街头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他们背后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板，说什么？我要回家。他们从民国38年跟着这个老蒋来的台湾之后，30-40年都家里的音信都没有，有些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他们在76年的时候，你让我们回家去。那台湾现在是怎么样？要走回头路吗？要回到那个40-50年前台湾那种两岸隔离、那种亲人隔离那种状况吗？大家常常看韩剧，对不对？韩剧也有南北韩的那个对峙那个状况啊，兄弟在南北韩互相变成是敌对的，然后是隔离的。东西德也出现过柏林围墙啊。我们谈是要回到40几年前、50几年前那种两岸非常紧绷、惨绝人寰那个年代吗？要回到那个南北韩跟战争的南北韩那种状况，要到出现那个像东西德那种对峙那种状况吗？现在最严重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整个赖清德这个赖17条之后，整个两岸是紧绷的。刚刚我们在谈啊，你看缅甸这个是天灾，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天灾。可是缅甸不要天灾的同时，我们希望台湾两岸也不要人后哎。我们刚才现在变成什么？现在你把关系弄得很紧张之后，现在变成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他们那些人在算啊，你自己要防卫自己啊。你的这个国防预算要增加到多少 ？GDP 如果10%的话，老讲我们建设都没有了。结果你看他们的专家，他们的五角大厦顾问。这个梅惠玲怎么讲？他说：“你至少你现在要达到 GDP 的3.4%。我跟他介绍一下什么叫GDP 3.4%。我们现在的预算大概2.5哦，
现在因为川普一句话，我们自己主动哦，人家都只是开口说你们要稍微提高了，我们增加了1000多亿进去了，要提高到 GDP 的时候就是1000多亿。如果这个梅惠玲讲的又是增加一个0.4，又是1000多亿，1000多亿这样叠上去。我们台湾有那么多钱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把一点钱拿下来建设我们台湾，多给这些社会福利？所以两岸关系现在如果有机会可以不是一直在往上恶意螺旋一直在往上走的，再多促进一些和平，我们把钱回来建设我们台湾，增加一些社会福利。基本上呢，当然你必要的国防是必要了哈，这没办法，国防它就是个必要之恶嘛啊。那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不是靠国防去对抗老共了，你怎么比你也比不过嘛。讲实话，你真的打得赢吗？哦，那只是跟美国买一点保护费而已嘛。那基本上，我觉得台湾最重要的还是刚刚齐凯讲的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一直讲，我从很年轻就在讲说，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才是我们反共对抗大陆最重要的利器。大陆可以跟他的人民讲说，哦，美国啦、欧洲啊，那个民主啊，我们不能学，因为那是外国嘛。他怎么讲台湾呢？同文同种，为什么台湾可以搞民主，大陆不能搞呢？他怎么去说服嘛？哦，所以这是台湾最有利的实力、最有利的基础、最有利的武器。但现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信心了，很怕我们就变成共产党啊，被共产党统战。你怕什么呢？理论上他怕我们才对啊，我们怎么会怕他呢？这个真的很奇怪。现在再回来。好吧，今天呢，股票大跌啊，跌很惨啊。那杀尾盘啊，跌了900多点啊。台积电呢也跌到910吧，好像哈。再跌就怕之前有人说会到8字头，我想怎么可能，对不对哈？因为很多人还跟我讲说，台积电好啊，你跌10块就买，跌10块再买，跌10块再买，一直买哈。也许是对的啦，但是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跌的啊。当然很多人讲，你买股票你不要在乎一时的涨跌，要看整个长远啊等等啊。那现在怪来怪去都怪川普了，所以川普呢搞这个关税啊，而且呢4月2号。为什么今天跌这么惨呢？因为可能马上就要放连假，大家也担心中间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因为川普4月2号要宣布了，哦，大家不知道要宣布什么，哦，到底要加多少啊？哦，之前是说汽车加25%，零件5月开始加，也不知道会怎样。现在说台积电去是不是对台湾的晶片会比较客气呢？但是川普这人很难说了啊，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而且呢，不是只有他讲的肮脏15国，什么肮脏呢？这外销给你是。讲实话，我常常在想说，这些国家，比如以台湾来讲，牺牲自己的土地，牺牲自己的空气，牺牲自己的水，然后便宜的劳工，制造好的产品给你美国人使用，你能享受那么低廉物美的东西，怎么变成肮脏了呢？哦，如果不是这些国家牺牲那个，然后提供物美价廉的东西给美国，美国那物价高死了，美国很多事情他不自己做的，物价会涨到什么地步？哦，其实之所以联准会一直在涨这个利息，当时就是因为川普任内就搞关税嘛，搞关税，美国物价一定高嘛。那最怕物价高，因为物价高的话，对那个穷苦人家、社会底层很辛苦的嘛。他就是这么点这么钱，每个月这么开销，你是涨他怎么办呢？所以川普说呢，还不只是15国，这15国是赚他外汇比较多的，就贸易对他来讲逆差，对这些国家贸易顺差比较多，其他国家一样。哦，你跟我抽我多少关税，我就要扣你多少关税。哦，我美国汽车只扣2.5%的关税。哦，除了那个什么 pick up， 那你这个欧洲呢，这个其他搞那么多关税。哦，台湾也是10几%，不过还好了，台湾没有太多汽车出口，除了那个海滩车，但台湾汽车零件很多，它零件将来要课税。哦，那所以呢一再反复，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摸不着头绪。而且《华尔街日报》说，最高我们会扣你20%的关税。而且我已经指示幕僚要更加激进，你们太温和了，要激进一点，他们怕啊，要他们怕，因为台积电不就来了吗？啊，我还没磕他就来了，哦，他拿用台积电做模范生，我真的很担心哦，台积电真的会变成世界公敌。他老是拿台积电，叫他不要再讲台积电了，好不好？哦，然后呢，他就拿台积电作为样板，你们这些国家都学台积电，否则我们就要课你关税。那所以台积电只要910块啊，所以呢。台积电曾经创新高，上1000块以后呢，惨跌超过20%了哈。台股今天跌了906点，说还没有到底哦，还没有到底哈。那赖清德、卓荣泰跟
台美经贸小组会议上看到什么稳定啊？新台币今年重贬1.2块，9年来的新低啊。那财政部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召开国安基金会议啊，进场护盘啊。另外呢，因为国安基金要进来，他们要开会了哈。说呢，这个盘中鸿海下跌150点哈，台积电重挫，网络哀嚎，死一片，腿软跑不了，要跑来不及跑，怎么跑呢？也来不及跑啊。除了国安基金，这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基金啊，什么行库啊，什么一大堆这些钱吗？他们过去这都在大半年的时间，股票当天只要是跌的，8大行库是一定接的，而且那个接的那个规模是越来越大，那从几十亿到上百亿的，其实金额常常出现，可是你卖不过外资啊。因为外资为什么最近一直抛？好，因为他们就是不看好嘛，哈，所以才会一直抛嘛。为什么是股汇双跌？其实我先讲汇市，在亚洲市场当中，不是所有的货币通通都贬值哦。日元前一阵子升蛮多的，其实人民币相对也比较强。可是台币呢，其实常常在过去这一段期间，我们扣除掉东南亚部分特别弱的，比如说印尼盾啊，扣除掉的话，台币几乎是亚洲最弱货币。那这个最弱货币就跟外资的极快速的流出有很大的关系。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们的那个卖超金额已经接近5000亿了。今天的数字，因为我们录影的时候我还没有看最新的数字，今天的数字一定不小了哈。好，那我现在先讲一下，就股市来说，其实如果股市涨跌哈，那其实都不算是什么。重点是说，它背后呢所担心的事情，万一成真哈，我还不会讲说它100%会出现，万一成真，那对全世界来讲都会是一个极大的经济上面的冲击。好，一个呢名词叫做川普衰退，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AI 热潮破灭。哈，这2件事情现在同时在台北股市当中形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到台北股市今天是跌4.2%嘛，那么日本呢是跌4.05%。也很重，那韩国就相对比较轻，跌2.98%。那当然香港啦跟中国大陆就跌得更轻，大概跌1%多，或者是大陆的话其实是跌不到1%了哈。好，那我们现在的关键点来了，第一个是川普衰退。简单来说，你越依赖美国市场的，你就会受伤越重。本来在上个礼拜初的时候呢，市场还在乐观的期待说啊，川普可能还有个转圜啦他可能会有一些放松啦等等的。结果上个礼拜一宣布了汽车关税，因为汽车关税对美国而言呢，它进口最多的5个国家全部都是它最紧密的盟友，墨西哥、日本、德国、加拿大还有韩国，那就是它北美、欧洲还有这个亚洲最重要的盟友。那个地图炮一开出去，杀无赦啊，没有任何的转圜。大家发现说，哇，他是玩真的，那市场就开始喋喋不休了。所以4月2号的对等关税，如果你期待说，哎呀，我跟你很麻吉啊，我跟你很好啊，我对你这已经要投资1兆美元啦，像日本首相石破茂跑去说我投资你1兆美元，结果照样那个汽车有任何的减免吗？没有。所以现在石破茂他们说，我们也要好好的仔细商量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立场了哦。好，所以呢，没有朋友，只有谁赚我的钱。那这个地图炮开出去呢，那么坦白说，结论就是谁依赖美国市场越重，按 GDP 的比重，谁就受伤越重。这就是为什么台北股市很担心的原因，因为我们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7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这个排名是第6，可是你要算占 GDP 的比重的话，我们是仅次于墨西哥、越南，来的占 GDP 比重是最高的。好，那第2个名词呢，叫做 AI 热情冷却啊。其实人工智慧还是很好，可是因为以前预期太高了，而且投资太大了。对，那当然，我觉得那个投资可能还会再持续，只是过去你像 NVIDIA， 它最高的时候年增率262%，那你怎么可能持续嘛？那它现在的年增率大概70%、80%也很高啦。可市场就觉得你不是100%啊，哈。那么就是你以前因为那么高，所以涨得那么多了。对，基期也高了，然后大家也因为的预期，然后就拉得非常的高。那现在就发现说，可能没办法成长这么多了，甚至于尤其是 DeepSeek 的冲击，绝对不需要用那么高算力的方式来投资 AI。这一点都对 NVIDIA、对台积电。
电，还有台湾有一连串的 AI 伺服器相关的公司啊，从这个机组啦，然后一直到散热啦，然后到一些相关的零配件啊，就倒成一片，而且他们都是占权值很重的公司。好，所以呢，这2个词，那我简单的说，如果等到对等关税宣布完，刚刚我们的清明假期嘛，理论上它会有一个初步的确定性，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有一个初步的反弹，我还是用反弹来看待它。可是呢，我不认为它就代表利空确定，因为对川普来说，那是我跟所有国家谈判的开始。不是说我不会加，只会减哦。如果你报复我，我还会加哦。所以各个国家可能都会面对川普衰退，然后美国内部也可能会面对川普衰退，所以也许反弹个2-3周，我觉得这是可预期的。可是不能够太过乐观，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的冲击，短期间之内很难解决掉。那么至于 AI 热潮冷却这件事情，不是人工智慧不好，但是过度的高预期现在必须面临修正。那台湾在2个重要冲击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算有一个短期，这短期可能是3-4个礼拜，好2-3个礼拜的反弹，都不能够太过乐观。可是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们很严峻的时刻点，但是我们的重心点在大罢免。好，接下来再回来。